考生怯场的心理调试。期望已久、令人兴奋而又紧张的高考终于到来了。离近考试还有5分钟，许明紧张地寻找着自己的考试，可是明明昨天才熟悉的考试，现在却怎么也找不着。眼看考生们都进了考场了，只有他一个在操场上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转。忽然，一个监考老师走了过来，很严肃地对他说：“对不起，已经超过开考半个小时了，你明年再来考吧。”许明急得额头都冒出了冷汗，觉得眼前一黑，就失去了知觉。忽然耳边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，许明张开眼，原来刚才做了一场噩梦。咚咚的声音是妈妈敲门来叫他起床。昨晚虽然许明已经把几个不是很有把握的知识点不知看过多少遍，但是他还是不放心，直到12点多，妈妈好几次催他，他才合上书上床休息。上了床，从未失眠的他竟然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头脑里满是课本里的汉字、英语单词、阿拉伯数字。前几天班主任曾说过这样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原来成绩不错的学生，按他原来的成绩是可以上重点大学的，可是因为他心理压力太大，一进考场就晕场了，所以考出来的成绩只有原来的1半分数。班主任的这番话一直在许明的耳朵边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，他感觉他明天可能也会像班主任所讲的那个同学那样，在考场上晕场。越想越担心，越睡不好觉。好不容易到了天快亮的时候，他小睡了会儿，可是又被这噩梦给闹得大汗淋漓。终于到考试时间，进了考场，许明觉得全身酸软无力，头疼得厉害，大脑一片混乱，拿着笔的双手在颤抖着，不少考题的答案似乎记得，可又不知为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可能是昨晚睡眠不够的原因吧，许明心里想着。说实在的，这份卷子如果是正常发挥的话，许明觉得拿个高分是不成问题的，可现在竟有那么多道的题回答不出来。忽然他觉得头皮一阵发麻，不得不在桌上趴了下来。不知是因流汗过多还是别的什么缘故，只觉得有一阵冷气从腰下脊梁骨里往上升。好在监考老师及时发现，拿了风油精帮许明按摩头部，许明这才感觉好些。接下来许明勉强做完考题，他几乎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检查做过的题目。出考场，许明几乎没有力气走回家，出师不利，还有那么多科该怎么对付呀？母亲下岗，父亲常年生病卧床，凭家里的经济条件能为他提供学费，念到高中毕业已是很不易的事了。如果这一次没考上的话，家里是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让他补习的，他这一辈子可能就与大学的门槛无缘了。他又焦急又无奈，决定考试成绩的因素很多，除智力水平和平时知识技能的基础之外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取决于考试时的心理状态。许明是一个考试怯场的典型例子。考试怯场的考生一般会在考试前的前一天睡不好，所以在考试的前夜不要再开夜车，否则睡在床上，各种公式、原理、数字在头脑中会翻上翻下，影响睡眠。如果一时无法入睡，可先睡心后睡眼，即躺在床上不要闭眼，从头脑开始层层放松，待情绪放松之后才自然地闭上眼。
如果在考试前夜紧张的一夜不能合眼，千万不能心急。心理学家认为，一夜不睡并不影响人的智力和记忆水平，所以一夜未睡也没关系。要相信，就算没睡好，也同样可以考出好成绩。其次，在进入考场后，要在心里不断地鼓励自己，我一定能行。在考试的过程中，尽快进入角色，不要考虑成败得失，也不要反复掂量题目的难易，预测考试的吉凶，要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来作答。如果面对试题突然出现无法接通记忆的现象，可把考卷合上，微闭双眼，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，也可用手揉揉面颊，呼吸几分钟，慢慢的吐气，让全身肌肉松弛下来，然后再重新去看试题。在碰到卷子比平时难时，要坚信一点，这么难的考卷我做不出来，别人也一定做不出来。不要因此而造成紧张的情绪，影响考试的做题。对于高考，一开始就要做到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。当考试中的第一科出现失误后，要认真总结教训，采取相应对策，以便在余下的考试中把失误丢分减少到最低程度。不要因一科的失误而影响到其他几科的成绩。第一科没考好没关系，只要做好后面几科的考试临场心理调节，上大学还是有希望的。